差不多讲完了这个外观呢，我们来讲一讲它的内部啊。这个首先我们讲的就是它的声源。什么叫声源呢？就是声音的来源啊，发声音的这个源头啊，来源声源。其实对于钢琴来说啊，影响它声源的啊，主要是两个东西，一个呢就是音板啊，整块板。这个有点像我们说一个比如说小提琴啊，它整个的这个琴的一个壳子，对吧？或者说呢是一个鼓啊，那它整个把鼓皮蒙在那个框架上面啊。那么钢琴呢，这个音板对它的声音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 Fazioli 啊，这台啊，尤其是它的这个音板啊，是 Celesa 公司啊，这个 Abete Rosso。Fazioli 它的音板都是从意大利东部阿尔卑斯山上啊，它选用最好的这个云杉啊制成的，而且音板啊拼接之后，它选材要好，然后它拼接之后啊，它需要存放干燥好多年啊，10几年、20几年。它就是这台琴，它从设计到出厂啊，其实它里面用的很多东西已经是放了很多年了。啊，它需要保熟啊，不是说这个东西刚刚出来了啊，就那组装一下就出来，这不行的。它需要有历史的沉淀，它需要自然的风干啊，慢慢的把这个木头里面的音板里面的水分啊都风干之后啊，风干的比较平均啊均匀之后，它才能够发出很好的声音。所以你说有的品牌，它建厂都不知道，就才没几年。然后呢，这音板都是不知道从哪里采购来的，那不可能去放那么久的音板，他去买来，因为那个价格都很贵嘛，啊，所以这个琴啊，你买回家，结果它那个音板在你家里自然的风干，这个状态就很难保证啊，所以音板是很重要。那么然后呢，就是钢架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片上面啊，这是Fazioli的钢架设计啊，它和其他牌子呢，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他们师出同源嘛，这个都是这么久以来啊，这个三角钢琴它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规则啊，有一些规律，但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不同啊。当然我并没有那么专业啊，我也没有办法讲出这些不同它的优缺点或者它自己各自的特色，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个图片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不一样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啊，像 Fazioli 它的设计，我觉得它是有抑制共振啊，有这样一个特点的，但是它整个的平衡把握得非常好啊，它没有让声音变得比较僵死啊，只是干净啊，但是不通透没有啊，它的声音很通的，共振还是很充分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 Fazioli 它整个声源的情况。好，然后是键盘系统。那么我本来是打算呢，每一台琴可能都把它的机弦机啊，就是拿出来，给大家看看。但是后来我想了想，第一呢，这个太麻烦了啊，因为要下面拧螺丝，要把整个键盘盖板什么通通拿掉，抽出来。然后呢，我毕竟也没有那么专业啊，这个拿出来之后啊，也只能给大家看个大概。我没有办法去把每一个部件它里面的一些机械结构的特点给大家介绍啊，这可能以后我让我的好朋友来做一些视频给大家介绍。但是呢，我可以给大家讲讲它的特点。像 Fazioli 它的这个机弦机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可调性非常非常强啊，它的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是可以去调整的啊。当然了，你可以调整的地方多，也就意味着它的组合比较复杂。你可能动了这个地方啊，就改变了这些特点；动了那个地方呢，又有一些东西被变化了。而每一个部件之间，你这个组合最后得出的效果啊，那个差别就很大了。而且啊，一共88个键，你每一个键自己的一套机弦系统，你都要调整的，就又是很均匀。但同时呢，因为这个榔头的大小不一样啊，高低音弦的这个张力都不一样。你要把它们调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是很困难的啊，需要非常多的经验，也需要有一定的想象力，还要对这台琴非常的了解，对它的系统有一个全面的认知。这个我是绝对没有这么专业的啊，所以我就想想算了，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只是它的可调性比较强。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Fazioli 它用了比较多的金属部件啊，去替代了木质。当然它没有整个的改变，它看上去还是很多木头，但是它有很多金属部件。那么这个改变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它的键盘很灵敏，反应很快啊。第二呢，就是它对于湿度的敏感性啊，就不是那么敏感了。我们知道这个钢琴最怕的是什么？要么太干燥，要么太潮湿啊。尤其是这个潮湿会对手感有极大的影响啊。这个一潮湿之后，如果你因为钢琴我们知道它的击弦器里面大部分是木头，木头受潮之后啊，你哪怕空气里面湿度高了之后，它多多少少就会有点胀，对吧？会这个水汽吸到了，包括榔头吸了之后就会有点潮。那么这个弹起来的手感，你一摸啊，一弹你就马上就知道了。我甚至于有一段时间，那时候对湿度控制不是特别好。我的第一台斯坦威的 B 7齿的，如果我弹上去感觉，哟，好像有点反应不是特别灵敏，那湿度大概已经过70了。就是我不用看湿度计，我只要弹2下，我能够知道现在的湿度大概是多少。顺便讲一下啊，钢琴比较好的保养、保存、存放的湿度范围是从45%到60%之间啊，一般不要长期的超过60%，也不要长期低于45%。长期的过湿超过60之后呢，这个手感会变得比较迟钝，然后榔头有点吸了潮气之后，声音会变得比较闷啊，就听上去就是木木的，共振就不好了。湿度如果长期的低于45%，尤其是如果更低，低于30的话，音板是会开裂的啊，这个就等于是影响了这台琴的状态了，它的品质啊，这个琴的我们说它的寿命啊，或者说它的性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琴就坏掉了啊。所以如果你家里是冬天用地暖的，或者说你长期的开暖气，一定要注意加湿。而夏天的时候，黄梅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去除湿啊，让湿度始终保持在45到60之间，这个对于这台琴是比较好的。尤其是越好的钢琴啊，当你这台琴是有一定品质的啊，是一台比如说挺好的进口的三角琴的时候，那么你对湿度一定要注意一下。而钢琴对于温度的敏感度，我个人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啊，温度可能更多是影响它的音准。我们知道热胀冷缩嘛，啊，可能这个一下子空调打下来，或者一下子这暖气开上去，可能音准会改变。但是如果是慢慢升温或者降温，倒还好啊，所以温度影响不大。那么这样的键盘系统啊，它整个的性能啊，我弹下来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它非常易弹，很容易弹。它的高音、中音、低音区手感极其均匀。因为我弹过很多的钢琴，到了低音区开始呢，那个手感会感觉稍微变得有点重啊，有点沉。那可能是因为它的琴锤，就是这个榔头啊变得大了，同时呢，整个键盘它的设计啊，可能是让力量变得打击的力量变得更大，但是手感就会有点不一样。而 Fazioli 它每一个键，不管是最高音、最低音啊，还是中音区，它的手感都非常的匀。当然，我相信这些是可以通过一个很好的钢琴技师来进行调整，但是我弹过的一些 Fazioli，包括这台278，在这个均匀度方面是非常的特别啊，就是它很均匀。你弹到哪里，这个手感上去，包括它的深度啊、它的触感、它的反弹力啊，还有就是它的分量，都是几乎相同的。那我想这个可能是 Fazioli 这个键盘系统的一个特点。